有一个时刻，也许就是现在，世界似乎在慢镜头中崩溃，而你是这场无声拆出的唯一观众。一个像铁针一样沉重的电话，一封你希望从未打开过的电子邮件，一个像沙子一样从指尖溜逝的项目，一个迟迟不来的大夫，留下一个震耳欲聋的真空。你感到胸口有物理上的压力，焦虑在你脑海中持续作响，生命能量正在流逝，仿佛你的灵魂中有一个看不见的窃贼。你用尽全力划船，肌肉灼热，肺部燃烧，但你经的潮流似乎更强，外面的风暴强度只增不减。你的小船在狂暴的波涛面前显得越来越脆弱。如果这个描述在此刻与你的现实产生共鸣，请理解第一个基本真理：你在这场战斗中并不孤单。这种溺水的感觉不是你性格上的缺陷，而是当外部环境向我们的内心平静旋转，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状况。你感觉自己像风中的一片鞋子，完全任由你无法控制的力量摆布。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你逐经地漂浮，但在狂风大作的日子里，你被猛烈地跑到地上，没有方向，没有力量。这种脆弱是令人疲惫的，它是一个反应性的恶性循环，把你变成命运的万物，让你相信你的幸福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而不是由你建造的东西。你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将听到的，不是一套空洞的理智建议或有毒的积极性，忘了那些。这是一本为你思想准备的应急手册，一个在2000多年的人类经验的战壕中段造出来的战斗协议。我们将教给你3个4多个派的晋级协议，3个精确的心理策略，用于一切似乎都出错的时候，不是为了停止风暴，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在你内心建造一座不可动摇的等它一个人和外部力量都无法推倒的内心堡垒。在我们竖起第一道墙之前，请做出你的第一次在场生命。订阅一面密室方向，并评论你从那个城市或国家开始这段路程，告诉我们你的内心堡垒今天将从哪里开始树立。解决这种精神围困状态的方法，不是现代心理学的新发现，而是一项古老而坚固的技术，一种真正的灵魂工程。我们称之为内心堡垒技术。不要把它看作是在学术沙龙里辩论的哲学，而是一套操作协议，一个有皇帝、将军、奴隶和企业家在几千年里在最极端条件下测试过的精神防御系统。这不是为平静日子准备的工具，这是为绝对混乱之中锻造的武器。它专门为像这样的时刻设计，当外部现实变得充满敌意，并威胁要侵入和掠夺你的内心平静、你的清晰都和你的行动能力时，它是一张地图，展示了如何在自己内心建造一座堡垒，一个坚不可摧的圣殿。这里是能从根本上改变你游戏规则的战略性中枢。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外面一切都出错了，问题在于你默许了，你为外部混乱敞开了大门，让它侵入并支配你的内在状态。你赋予了时间权利，让他们成为你情绪、你平静和你稳定的主人。我们现在就来撤销这个许可。混乱将不再什么被击败的敌人，而将成为4多个派一直认为的样子，一个精神的训练场，灵魂的健身房。目标不是，也从来不是停止风暴，目标是成为等它那个不可动摇的结构，其光芒划破黑暗，不仅引导自己，也引导周围所有的人。正是因为风暴的存在，为了巩固这个真理，让我们看一个比我们大多数人将认识到的面对更多混乱的人——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他不是在住进安全的宫殿里写下他著名的《沉思录》，而是在一个寒冷的帐篷里，在帝国的边境被战争、瘟疫和背叛所包围。正是在风暴之眼中，他锻造了他的内心报社，并给我们留下了关于这个主题最伟大的手册之一。他以一种尖锐的清晰都提醒我们：你生活的幸福取决于你思想的质量，轻主义不取决于时间的质量，不取决于天气、经济或他人的意见。
取决于你精神结构的质量，取决于你，也只有你，有能力在每一刻积极建造和捍卫的堡垒。我们现在站着，在你的内心堡垒前，敌人就在门外。史多格派的第一个晋级协议，第一个防御策略，也许是所有策略中最反直觉的。你的第一个行动不是行动，是停下来，有意识的，可以的。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在回复任何信息之前，在说出任何一个充满情绪的词之前，你将启动战略性暂停。这是区分反应者与战略家、受害者与指挥官的首要命令。在混乱的震耳欲聋的噪音中，你将以一种至高无上的意志行为创造沉默。你不是在逃避战斗，你是在登上了望他观察战场，在下令你自己的防御之前了解敌军的动向。这个协议的困难在于它的简单性。你的大脑在这一刻是一个化学反应的大国，肾上腺素和皮质醇间叫着，要求立即反应，要求战斗或逃跑。经过数百万年进化茉莉的本能，要求你做点什么，任何事，来缓解当下难以忍受的压力。现代社会让你习惯于持续的反应性，一个统治和立即回应的循环。静止不动似乎是一种软弱，一种偷僵，但这是一种幻觉，一个由你自己的爬行动物大脑设下的陷阱。真正的软弱是未经思考的行动，是把你的堡垒控制权交给入侵者的自动反应。真正的力量是在你内心的一切都尖叫找要加速式停下来的记录。现在让我们把它变得实际。战略性暂停是围绕你的堡垒挖掘护城河的有意识行为。想象每一次深而缓慢的呼吸都是以产图被移走，创造一个空间，一个在混乱大军和你的城墙之间的物理屏障。通过鼻子深吸气，数到4，感受空气填满你的肺部，为你的恐慌大脑带来氧气，保持4秒钟，感受着顶点的寂静，然后通过嘴巴慢慢呼气，持续6秒钟。不仅是放空气，还是放紧张、噪音、紧迫感，重复3、4、5次。随着每一个循环，护城河变得更深、更宽，另一边的敌人变得更小，威胁性更小。你创造的这个空间不是一个空的空间，它是一个力量的空间。在这个领域里，你的理性，是多个派所说的，你的主导官能，中心从你的本能和情感自我手中夺回指挥权。正是在这条护城河里，清晰开始萌芽。你不再通过愤怒的红色晶片或悲伤的蓝色晶片看待情况，而是开始看到它的真实面目，一足客观事实。专注于你的呼吸的行为将你锚定在唯一一个你拥有绝对力量的地方，当下。你不在过去反复思考哪里出了错，也不在未来在难化可能发生的事情。你在这里，现在，挖掘你的护城河，控制你的身体，并因此控制你的思想。通过练习这种暂停，你正在重新调节你的神经系统。你正在一个细胞层面上教导自己，你不需要对每一个外部刺激力即做出反应。你正在建立一条新的神经通路，领导者的通路，战略家的通路。他选择他的回应，而不是成为一个程序化反应的受害者。这不是一种否认或压抑的策略，相反，这是一种深刻的关注行为。你允许情绪到来，但现在他们停留在护城河的另一边。你可以观察他们，给他们命名。这是愤怒，这是恐惧，而不允许他们闯入你的大门，并接管你的堡垒。他们成为信息，而不是独裁者。继续深化这种联系，感受你肩膀、下巴、手中的紧张感。随着每一次呼气，可以得释放它，让它流入泥瓦的护城河。外面的风暴可能继续咆哮，敌军可能继续高喊侮辱，但在这里，在你用自己的意志创造的这个空间里，有一种日益增长的途径。你开始意识到，你感受到的紧迫感并非来自时间本身，而是来自你对它的初步解释。通过创造锯齿，你获得了视角，而是礁石智慧之幕。
这是将都要转化为良药的第一步，利用地方攻击的能量来加强你自己的防御。第一个协议的完成是一种无声力量的宣告，在你暂停的处境中，你没有变得被动，你变得极其具有战略性。你从外部事件中夺走了它最知名的力量，劫持你理性的能力。你向自己证明了，即使在最大的风暴中，你也是你思想大门的守护者。你决定是要能进来，什么留在外面。这条护城河不是鼓励的标志，而是自我掌控的标志。它确保你接下来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不是恐惧的痉乱，而是一个经过计算的决定，来自你内心堡垒的智慧中心，那里平静与清晰至高无上。护城河已经挖好，初步的清晰都已经建立，现在是时候竖起墙壁了。第二个紧急协议是分池的联系，即建造你精神堡垒、坚不可摧的墙壁的艺术。这是艾比克泰德的核心工具。他曾是一名奴隶，后来成为最具影响力的4多各派哲学家之一。他教导我们，所有人类痛苦的根源在于我们无法区分什么是我们能控制的，什么不是。外面发生的事情的失败、拒绝、损失，都在你的控制之外。你对这些时间的判断，你的观点和你的反应，完全在你的控制之下。你堡垒的墙壁就是用这种基本区别的砖块建造的。这里的内部冲突是强大的，因为我们一生都被条件化，将时间与我们对它的解释融合在一起，将它们视为一回事。我被解雇了，很快就变成了我是一个失败者。那个人没有恢复我的信息，变成了我不值得爱或关注。项目失败了，转变为我无能。注意到这个模式了吗？我们拿一个外部的重力的事实，用一个毁灭性的内部判断来毒化它。这就像一个地方弓箭手向我们射出一支箭，时间，而我们不是简单的拔掉它，而是先把它浸在毒药里，我们的判断，然后再刺入我们自己的心脏。建造墙壁就是拦截这之间并冷静地分析它的本质，只是一块带金属件的木头。建造这些墙壁的过程是一个积极且持续的心理练习。看看那个正在引起你痛苦的情况，现在拿一张精神上的纸，在中间画一条线，一边写上事实，我无法控制的，另一边写上我的判断，我能控制的。在事实这边只列出安全摄像头会记录下的东西，没有情绪，没有解释。我收到一封包含这些文字的电子邮件，银行账户余额是 X， 那个人说了 Y， 要极其客观。现在在另一边列出你告诉自己的关于这些事实的故事。这意味着我的未来被毁了，这证明了没人重视我，这是世界末日。这些故事，这些判断才是真正的敌人，他们是你城墙内的叛徒，试图为绝望的大军打开大门。事实本身没有摧毁你的力量，他们只是存在。雨不是屁的，它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水，是你判断雨毁了你的一天，才导致了痛苦。通过将两者分开，你揭露了真正的对手，不是外面的世界让你痛苦，而是你对他的判决。你堡垒的墙壁就是由这种清晰都构成的。你成为墙上的哨兵，观察时间在生活的战场上发生，而不允许他们的延误和噪音侵入你城市的中心演唱，并在市民中引起恐慌。这种做法需要不懈的警惕。你的头脑会习惯性的试图再次合并这两栏，它是一个强迫性的故事讲述者，而且很多时候他喜欢一出好戏。作为你堡垒的建筑师，你的工作是耐心地、坚定地，一次又一次地把事情分开。这是一个事实还是一个故事？这在我的控制之内还是之外？这个问题成为你的锤子和凿子，用它们你塑造构成你墙壁的石块。每当你做出这种区分，墙壁就变得更高、更坚固。你开始意识到，将你的能量紧紧集中在你实际上可以塑造的东西上所存在的巨大自由，你的思想、你的选择、你的品格。哨兵，少做停顿。
如果你感觉到这些墙壁在你周围竖起的坚固性，并希望用更先进的工具来深化你的训练，要知道有一个完整的军械库在等着呢。我们准备了一个完整的播放列表，一个真正的现金训练营，包含其他4多个策略，以加强你的思想对抗焦虑、拖延和不确定性。把它想象成你堡垒的军节式手册，连接在这个视频的描述中。这是为那些真正致力于自我掌控的人迈出的下一步。现在，回到建设中，因为主门还需要我们的注意。通过掌握分尺的联系，你不会变得冷漠或无动于衷，正如4多个主义的批评者可能会说的那样。相反，你成为房间里最有效率的人，摆脱了消极判断和在男性故事的瘫痪性重复。你获得了一种超人的视觉清晰度，你看到问题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你焦虑所描绘的样子。从这个清晰的地方，你可以精确而有目的的行动。你不是否认风暴的现实，你尊重它，但你拒绝让它规定你内心平静的条件。墙壁确保，无论外面的风有多大，你堡垒的智慧中心保持冷静、明亮和完全运作，准备打下一个命令。随着战略性暂停的护城河已经挖好，分池的墙壁已经竖起，你的堡垒是安全的，恐慌已被控制，清晰都已经恢复。现在，我们面临第3个，也是最后一个紧急协议：梅德的行动。头脑清晰，内心坚定，是时候放下吊桥，打开大门了。但清主义，不是为了投降，也不是为了绝望和鲁莽的攻击。大门为一种刻意的、专注的和有美德的行动而敞开，这是你从防御姿态转变为受控进攻的时刻。你将不再紧紧地抗风暴，你将开始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在其中航行。此时的陷阱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瘫痪的诱惑，在经历了如此多的混乱和努力寻找平静之后，观星可能看起来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什么都不做，似乎比冒险做错什么好。另一方面，是洪达尔绝望的行动的诱惑，寻求一个能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的神奇方案。两者都是源于恐惧的危险幻觉。4多个哲学教导我们一条中间道路，一条更强大的道路，小而正确的行动之路。你今天不需要硬的战争，你唯一的任务是迈出正确的下一步。无论他在宏伟的计划中看起来多么微小和微不足道。在这里，我们引用塞涅卡的智慧，他提醒我们：困难增强心智，正如劳动增强身体一样。美德的行动就是增强你灵魂的劳动，用你获得的清晰都来看待情况。在所有你无法控制的事情中，现在180%在你能力范围内最小、最明显和最具建设性的行动是什么？也许不是解决金融危机，而是整理你的桌子并支付一张账单；也许不是修复关系，而是出去散步10分钟，以清醒头脑；也许是喝一杯水，整理你的床，或者发送那封困难的电子邮件。美德的行动是使你的行为与你的价值观保持一致的行动，记录、勇气、正义、智慧。小而正确的行动的神奇力量在于它打破了绝望的惯性，并创造了动力。每一个小的美的行动，就像一个开始转动的齿轮，起初很慢，但它会带动其他更大的齿轮。这是对宇宙，更重要的是，对你自己的一个生命，表明你不是环境的被动受害者，你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一个主救。你堡垒的大门不是为了一场混乱的夜战而打开的，它打开是为了让一个记录严命的士兵出去完成一个具体和可实现的任务。通过这样做，你开始扩大你的控制范围，不是通过蛮力，而是通过一致性和品格。这个协议将你从一个反应性生物转变为一个创造性生物。你不再仅仅对世界抛给你的东西做出反应，你开始在混乱中创造你自己的回应，你自己的秩序。
每一个美德的行动都是你在走出风暴的道路上铺下的一块砖。道路可能很长，但它是一步一步建成的。只关注你面前的那一步。在接下来的60分钟里，正确的事情是什么？去做它，然后再问一次。这种方法消除了必须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的压倒性负担，并用一系列清晰和客观里的任务取而代之。你成为过程的主人，不织造于你无法控制的最终结果。这个最终协议的完成是你从风中致谢到内心暴雷的建筑师的彻底转变。护城河给了你时间，墙壁给了你清晰度，而大门向美德的行动敞开，还给了你力量。你现在在一个深层次上明白，无论波浪多么猛烈，你都是你多的主人。你无法控制大海，但你控制着你船的方向。随着每一个小的正确行动，每一个对多的可以调整。你航行穿过风暴，不是靠运气或偶然，而是靠技巧、记录和你品格不可动摇的力量。你不仅在围困中幸存下来，你利用它的能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明智、更自由。你已经走到了这个协议的尽头，但却是一个新的存在方式的开始。记住，我们从哪里开始？像风中的一片鞋子，人有命运的每一次针锋摆布，感觉世界都在和某打道呢。现在看看你自己，你学会了挖掘战略性暂停的护城河，竖起理性分尺的墙壁，并为优美的和刻意的行动打开大门。你不再是鞋子，你是你自己内心暴雷的建筑师和智慧馆。这3个协议不仅仅是一次性听的有趣想法，它们是一种日常实践，一种需要培养的纪律。它们是你日复一日用来加固你的墙壁，并确保你的内心平静。不再是可以谈判的工具，无论外面多么混乱。现在是事后封印你的承诺了，将意图转变为身份。你巩固这个新基础的第一个可以行动就从此刻开始，通过一个简单的公开生命行为。这不是为了算法，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的灵魂。一个向你的潜意识发出信号的行为，表明这种改变是真实且不可逆转的。用你的手指在评论中写下这句话：我是我的堡垒。不要仅仅把它当作对视频的评论来输入，要像发布法令一样宣告它，感受每个字母中的重量和力量。这是你主权的宣告，是你作为自己和平的最高守护者的誓言。从这一刻起，直到永远。如果这条信息有助于加固你的墙壁，并给了你面对风暴的工具，请通过点赞来尊重这份知识，这样算法就会将这个避难所展示给其他同样受到攻击的人。与你认识的正在自己战场上奋斗的人分享这份应急手册，成为别人的等他。而对于你们真正的哨兵，那些保持静惕和专注直到最后1秒的精英卫队，通过评论我看到了最后来宣告你的记录，表明你属于不仅开始而且完成的少数人。你成为不可动摇的路程才刚刚开始，保持坚强。